新冠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损害，印度人认为可以趁此时机取代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商，这是哪来的自信？新冠疫情如台风般席卷地球上的每个角落，这场疫情不仅对生命健康造成危害，也严重打击了各国经济。据估计，全球经济损失高达7万亿美元，美国当然受到了不小的影响。这个时候，有人提出一个问题：印度有能力在后新冠病毒时代取代中国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吗？印度网友也很敢回答能，并且还有模有样的列出了诸多理由。有一个理由是由于中美交恶，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逐步关闭在华业务，并且以美国为首的还要抵制中国货，因此印度将会逐渐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以及供应链中心。可是2018年6月开始，美国抵制中国贸易后，美国是对越南进口的货物猛增了50%以上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美国抵制中国也不会选择印度制造，也不见人家越南说自己会取代中国的制造商地位。更为大言不惭的一条言论是，印度具备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一切条件，譬如丰富的资源、熟练的劳动力、聪明的头脑等。先说资源，印度水资源是全国性缺乏，你见过日常提着桶买水的吗？印度有这种景观。再说熟练的劳动力，越南孟买谁没有呀？最后聪明的头脑，这真的很难判别，因为印度有万能的牛粪。之前说牛粪可以治病，最近还推出了牛粪芯片，宣称还有减少辐射的功效。你说聪明吧，人非得变着花样捯饬牛粪；你说不聪明吧，又怪能折腾的，连牛粪芯片都弄出来了，不是一般人呀。还有印度人妄想美国会攻击中国，印度可以借此获利并夺得中国的土地。前面的聪明的头脑不好说，这里倒是可以肯定一句想象力丰富，既想占美国的便宜，又想占中国的便宜。中美又不是起爹妈，哪会允许占便宜？实在一点的谈，印度能否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，还是要看印度能否与中国的综合基础能力相提并论。中国被称为基建狂魔，自然不是虚的，基础设施完备，生产线和供应链相当成熟，而印度的全球供应链却整合得不好，想要在一夜之间与中国拉开生产线和供应链的差距是非常难的。中国可以提供综合的基础设施，譬如大型港口、优秀的劳动力以及先进的物流等，这些都是能保障按时保质完成任务，以满足国际公司需求的关键因素。这些以印度的现在都是难以匹敌的。而且就在去年，印度退出了与其他12个亚洲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，这导致印度的出口商难以和贸易伙伴互惠互利。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不稳定，监管也不规范，同时保护主义浓厚，这样的条件下，怎么能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呢？